当邻国大马因为能源短缺，甚至被迫居家办公，周边几百家加油站直接瘫痪的时候，新加坡樟宜机场的航班照样密集起飞，乌节路商场的冷气照样开到最大。凭什么我们这个连一滴油都不产的小红点，能把别人焦头烂额的能源危机当成平行宇宙来看待？答案其实就藏在你脚下150米的深处。今天我就带大家硬核解密新加坡政府耗资9.5亿新元疯狂打造的地下护国堡垒，到底藏着什么颠覆认知的黑科技？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，海量的战略物资到底是怎么藏起来的？别眨眼，接下来的内容绝对颠覆你的认知。在新加坡，最贵的永远是土地，大家可以在心里估算一下，现在填海造陆1平米的成本到底是多少？我们过去几十年疯狂填海造陆，硬生生把国家版图扩大了1/4，但你以为填海是没有物理极限的吗？买沙子要时刻看邻国的脸色，一旦人家限制出口，我们就得停工。而且现在已经推到了深水区，深水区填海的工程造价更是天文数字，还会严重破坏海洋生态。李显龙总理就曾经在国会上公开给大家算过一笔账，往地下挖的成本比填海造地还要高出整整30%。但即便如此，新加坡政府依然眼都不眨地砸下重金往地底钻。到底为什么？因为在极其脆弱的地缘政治面前，充足的战略储备就是我们的命门。地面的黄金地段要留给大家建 BTO 组屋，解决住房问题；要建繁华的 CBD 商业中心，发展经济。而那些危险的、庞大的、关乎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国重器，必须被安全地折叠进地底深处。这不仅是简单的土地规划问题，更是小红点的终极生存狂想曲。我们新加坡人常开玩笑说自己 Kiasu 怕输，其实在国家安全和能源储备上，我们绝对是 Kiasu 怕死。正是这种把危机感刻进骨子里的极限忧患意识，硬生生逼出了全球最激进的地下空间大开发。既然四周的海水已经被填到了极限，那我们就只能向深不可测的地下要生存空间了。花9.5亿新元在玉郎岛地下150米深处挖洞存油，听起来简直像个科幻小说里的情节。但新加坡不仅真实的做到了，而且用的还是一种极其反直觉的黑科技，叫做水幕封存技术。大家如果不用铁罐，直接把油倒进石头洞里，油为什么不会漏走？很多人以为地下储油就是造几个巨大的超级钢铁储罐，然后埋进土里。大错特错，钢铁储罐在潮湿的地下会生锈、会老化，后期的维护成本极高，而且一旦发生泄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新加坡的工程师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们是直接在玉郎岛地底2亿年历史的坚硬花岗岩层里，用炸药硬生生炸出了5个超级溶洞。这5个溶洞每一个都有9层楼那么高，总容量加起来顶得上60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。那问题来了，直接把原油注进这些石头洞里，难道真的不会顺着岩石缝隙渗漏出去吗？这里的硬核信息差就来了。工程师巧妙利用了物理学上的流体净水压差原理，他们在这些巨大储油洞的上方和四周开凿了非常密集的水幕通道，然后持续不断地注入地下水。因为地下150米深处的水压远远大于洞内部储存原油的压力，所以周围的地下水会拼命地往洞里面挤。大家都知道油比水轻，油是不溶于水的，所以原油不仅一滴都不会漏出去，反而会被这道无形而强大的水压结界死死封印在岩洞内部。这层源源不断的水幕就是大自然提供的最完美的天然密封圈。这种绝妙的设计不仅彻底省去了巨型钢材的建造成本和维护烦恼，还做到了绝对的防空袭和恒温安全。地下150米的花岗岩层，即使地面上遭受最猛烈的炮火打击，地下依然稳如泰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疯狂的地下工程直接为新加坡腾出了整整60公顷的黄金地面空间，相当于8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。这储存在地底的147万立方米的战略原油，就是新加坡在面对全球供应链断裂、能源随时断供的危机时，敢于向全世界公开声明我们有数月储备的终极底气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别国在为能源发愁时，我们依然能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核心机密。如果你觉得地下藏油已经足够疯狂了，那接下来的操作绝对会彻底颠覆你对新加坡的认知。新加坡不仅要把传统的化石能源深深藏起来，甚至还要在地底挖出全新的绿色油田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电力基建的全面下沉战略。在寸土寸金的巴西班让地区，新加坡正在热火朝天地建造东南亚首个230千伏特的大型地下变电站。传统的变电站不仅占地面积巨大，而且周围的居民往往会有强烈的电磁辐射焦虑。
工程师们干脆把这个庞然大物直接塞进地下4层的深处，然后在这座变电站的正上方直接盖起一栋34层高的商业办公大楼。这一招硬生生在密集的城市建筑群中抠出了4个足球场大小的黄金地段，完美解决了空间和心理焦虑的双重难题。但这还远远不够，接下来要说的才是真正的硬核王炸，也就是南洋理工大学 NTU 团队最新的深层地质勘探突破。长久以来，我们所有人都默认一个常识，那就是新加坡是一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绝地，没有石油，没有天然气，连喝的水都要靠进口。但是就在新加坡北部的10里达至伦多区域，科学家们向下钻探到了地下4到5公里的深处，竟然探测到了温度高达200摄氏度的炽热花岗岩体。200摄氏度是什么概念？这已经完全达到了进行商业化地热发电的黄金临界值。专家们计划采用最前沿的增强型地热系统，也就是 EGS 技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向地下深处的高温岩层打孔并高压注水，利用地下200度的高温将水瞬间变成高压蒸汽，然后再引导这些蒸汽回到地面来推动涡轮机发电。这片隐藏在地下深处、覆盖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的热能宝库，一旦全面开发成功，未来有望满足新加坡全国15%到20%的峰值电力需求。这相当于每年直接减少180万吨的碳排放，环保效果就跟我们在全岛种了900万棵树一样震撼。所以以后谁还敢说新加坡没有自然资源？我们的资源其实一直都沉睡在地下5000米的深处，等待着科技去唤醒。除了能源和电力，那些直接关乎国家生死命脉的国防力量，同样被新加坡政府不动声色地深埋进了地底。这就是全球顶尖极其神秘的万里地下军火库。大家试想一下，交通管线、军火库全都在地下，未来的新加坡人会不会真的变成地下居民呢？在一个人口密度如此之高的城市，国家建造大型军火库，简直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走钢丝。但是新加坡耗费了整整15年的时间，巧妙利用了万里地区2亿年历史硬度，是普通水泥6倍的天然花岗岩，打造出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地底军事堡垒。这里面的技术含量极高，每一个弹药仓库都配备了极其厚重的电动钢柱防爆炸，并且设计了特殊的流碎式。从物理力学的专业角度来讲，一旦仓库内部极其不幸地发生了意外爆炸，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和致命的弹片绝对不会向外扩散，而是会被建筑结构巧妙地引导进流碎式进行物理泄压。即使地底下发生了剧烈爆炸，地面上的人连震感都微乎其微，绝对不会伤及无辜。仅仅是这一个极其精妙的安全设计，就为新加坡省下了足足半个巴西利士镇面积的安全缓冲区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其实，根据市区重建局 URA 发布的地下空间总蓝图，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生活在一座深达100米的3D 折叠城市上方了。从地表往下看，地下的1到3米是四通八达，让你完美躲避赤道毒辣、暴晒和突发暴雨的地下商业人行步道。再往下，地下的5到50米是滨海湾造价极其高昂的共用服务设施隧道，我们叫它 CST。这个隧道把所有的自来水管、高压电缆、电讯光缆，甚至是给整个 CBD 商业区集中供冷的巨大管道，全都整整齐齐地塞了进去。有了它，新加坡的马路再也不用像拉链一样天天挖开又填上了。而在更深的地下空间，则是密如蛛网的地铁线路和高速公路隧道。新加坡正在以毫米级的极致精度，疯狂榨干地下的每一寸空间价值，完成从2D 平面向3D 立体的城市进化。在这个黑天鹅事件满天飞、全球能源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的动荡时代，东南亚周边多国经常陷入慌乱，而新加坡却依然能保持绝对的从容和稳定。这份稳如泰山的底气，绝不是靠运气，也不是老天爷赏饭吃，而是几代新加坡人把居安思危这4个字死死刻进 DNA 里的长期主义。从地底150米巧夺天工的水幕储油库，到深达5000米极具颠覆性的绿色地热，再到折叠进地下100米的超级立体城市，新加坡用最硬核的科技实力，在看似毫无退路的绝境中，为自己硬生生挖出了一条宽广的生路。真正的国家护城河永远都建在别人看不见的深处。这里是专注新加坡科技浪潮的前哨观察者。如果你也深深折服于新加坡这种未雨绸缪的硬核智慧与长期主义，请立刻点击视频下方的点赞订阅按钮，并打开小铃铛。你觉得新加坡未来还会把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搬进地下？在评论区聊聊，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